炼化了敌同圣域的元婴，已经到达流星后期了。大哥，我们回来了。嘿，嘿，哈哈。大哥，你这屋子这么大，怎么啥都不放啊？真是浪费了这么气派的地方，还不如海底竹院呢。哎，哈哈！大哥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想不到你真的当上了赤血洞主。哎，我一进洞府就听猴子说了你们的经历，可惜当时我不在场。不要紧，现在我们兄弟三人重聚上才最重要。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用敌同的长枪炼制了这把短剑，还叫燕翅剑。再用晶石重新炼制了全新的燕翅拳套。现在他们都已经是极品灵器了。竟然炼化了极品灵器，大哥，你的功力是不是也提升了？没错，我彻底炼化了敌同元婴，已经到达流星后期了。小黑，这颗是扎红的元婴，你用它炼化功法，可加速进入元婴后期。啊，还有这颗极品晶石，可以加重你的肩椎。多谢大哥。大哥，杂毛鹰都有极品晶石，俺怎么没有啊？给你极品晶石也不是不可以，那就拿你的黑棒来换喽。大哥，这就是狄童和扎红争夺的玉剑，要不你把这个给俺吧，你可不能太偏心呐。这可不是一般的灵器，它是能开启仙府的9把钥匙之一。仙府？这仙府的底细我也不知，不过扎红费尽100年心血取得此剑，九煞殿甚至派出狄童前来抢夺，说明仙府中必定藏着让修仙世界为之疯狂的珍宝。没想到他们2人争了半天，最后却被大哥拿了玉剑，嘿嘿，当真是幸运呀！哎，现在我们有了一把玉剑，之后该如何打算啊？那还用说？当然是集齐9剑找宝藏啊！哎，果然是不行。哎，真想试试用御剑飞行的感觉。没这么简单呢。狄童是为了御剑而来，九煞殿也绝不会就此放弃追查御剑。何况修妖界皆知，狄氏兄弟9人手足情深。他们一旦查到狄童在赤血洞府被杀，定会找上门来。要应付8条紫煞蛟龙，以我们目前的实力而言，确实棘手。啊？还什么蛟龙？那几条小虫有什么好怕的？看俺进入狂暴状态！那是洞虚后期的紫煞蛟龙。洞虚后。算了，俺不稀得和他们打。叫兰叔来解决吧。不能麻烦兰叔，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扛。不过竹院我还是得先回去一趟。啊？不找兰叔帮忙，还回去干嘛？俺懂了。小黑，你头脑冷静。最近赤血洞府的大小事宜，且多多帮着狒狒管理，遇事切不可鲁莽冲动。狒狒，你也是。大哥，咱们怎么出去啊？
九煞殿寻玉剑而死，而他最后传回的消息，指明第8把玉剑就在赤血洞府中。赤血洞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各位兄弟，可有眉目？大哥，我打探过了，赤血洞主扎红近日也死了，一定与八弟的死有关。扎红，这杂碎岂是八弟的对手？那他死了，现在是谁在掌管赤血洞府？现任洞主是一个叫秦羽的，他曾经是扎红手底下的护法。秦羽，海底世界的修妖者中，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立刻去查秦羽的老底，他一定知道什么。大哥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宁可错杀3000，绝不放过一人。何况赤血洞府是我们九煞殿麾下，我们要他们死，他们就得死。说得对，大哥，此事就交由我来办吧。血洗赤血洞府，告慰八弟在天之灵。大哥，我要随六哥一起去。一想到八弟的死，我心里就不痛快。各位兄弟，此事关乎玉剑，绝不可贸然冲动。若是因为报仇心切，误了调查玉剑的下落，八弟的心血就白费了。确实，找到玉剑的下落之后，为八弟报仇也不迟啊。我们兄弟同生共死，为八哥报仇，难道不比我们找那把破剑重要吗？玉剑可是开启仙府的钥匙，不必废话了。老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玉剑给我带回来。谁敢隐瞒玉剑下落，杀！老六、老七，你们随老二一同去。是。你看那个还挺漂亮的。是啊。青羽大哥。丽，住院里一切都还好吧？一切都好。丽儿姐姐看你回来了，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你说青羽大哥是来找姐姐的吧？嘘，小点声，小心让他听到了。秦羽，你来了。安叔，你知道我会来？不仅如此，你在外面惹了祸，我也知道。我杀了一条紫砂蛟龙。不，你的祸是取了玉剑。啊？兰叔，你都知道了。虽说那玉剑有些烫手，但你倒也有资格得到它。我知道你打算靠一己之力解决，但若是遇到危险，你就用这个传讯令通知我。秦羽先生，秦羽，啊，我再给你一句忠告：今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，但也千万不要过度隐忍，或是逞强，独自承担一切。秦羽先生，既然你回来了，想必外面的恩怨都已经妥善解决了吧？啊，算是告一段落了，所以才能回来看看你们和大家。不过我不能停留太久，现在就得回去了。这么着急？我最近正在学下棋，兰叔说我的棋艺还要再精进。正好你来了，不如陪我切磋几局，也不急于一时吧。
好啊。我赢了。就连我父亲都不一定能这么轻松的赢我。丽儿姑娘，你的棋艺已经出类拔萃了。我想到了，丽儿姑娘，再不能耽搁了，我必须要回赤血洞府了。等我回来，一定再下个痛快。好，秦羽，我等你。你刚才叫我秦羽，以后你就叫我丽儿吧。好，丽儿，等着我下次回来找你。九煞殿，就怕你不来。洞主有令，外人不得擅闯赤血洞府。外人，也不睁开眼看看我们是谁？还不快叫秦羽出来！原来是九煞殿的三位殿下，在下秦羽。三位远道而来，想必是有要事吧？你就是新洞主秦羽？你这什么功法，竟然连我都探查不清！停了功法，让我们看看你到达何等境界了。属下这捉技一旦修炼，到死才能停下。三位殿下专程赶来，莫不是只为了解我的功法？哼，少耍小聪明！快把你们洞府的护法全都叫到大殿上！那就恭迎三位殿下了。听好了，我们的八弟狄童前些日子突然被杀，我们查到狄童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你们赤血洞府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赤血洞府竟然换了个新洞主。秦羽，你说这当中有什么联系呢？殿下这是在怀疑我。这洞主之位是在下与众位护法比试而来。至于这扎红洞主和八殿下的死，除了这块吊在密室的牌子，属下可真是一无所知啊！哼！啊，八弟的令牌，莫不是你杀了八弟猎了元婴，才拿到这洞主之位？哼！令牌所在的密室是扎红闭关修炼的密室。正是，扎红洞主这100年来基本都在闭关，并且严令护卫层层把守。秦羽洞主如果真的要杀扎红，我们不可能察觉不到。
我曾听说扎红洞主的密室中有个爱不释手的宝贝盒子，也许这与他闭关有所关联。什么宝贝盒子？快拿来给我们！密室里除了令牌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你们若是不信，我也没辙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不代表其他人也不知道。你老实交代那日的情况。室内确实只留下一块9杀令牌。给你一个机会，好好想想有什么没交代的。藤壁护法，说起来，在我和纪元洞主比，藤壁护法受了重伤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不要考验我们的耐心。要是再不说，我就先杀了你。我看其他人还吐不吐实情。三位殿下息怒，我们真的一无所知，从何说起？那可未必。我只是想起来，发现八殿下令牌的那天，扎破副洞主也死了。或许是扎红、扎破他们一起和八殿下血战被杀了，但是我们真的从未见过那个什么盒子。都是废物，磨磨唧唧的糊弄我们，杀了你们给八帝祭天！想救他们，就老实交代。三位殿下饶命啊！我们真的只知道这些，青羽洞主，快救救我们啊！你们两个不要动，不要暴露你们的实力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再不住手，我让你洞府尸横遍野！
狒狒，不要妄动！你一出手，赤血洞府一干人等会立刻遭受杀身之祸。我心中已有计划，你且静下心来，等我消息。打又不能打，只能眼看着他们欺负咱们手下。大哥，你的计划里可千万要把俺算进去啊！到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尝尝俺手中黑棒的厉害。那是当然。停手！再不停手，我就自毁元婴，让狄童的死和玉剑的下落变成永远的秘密。果然和你有关。不过此事事关玉剑机密，我必须亲自向狄龙说明。这秦羽，这下看你怎么逃出我们的手掌心！到了九煞殿，自有办法让你把知道的全吐出来。狒狒，小黑，九煞殿事强，现在不能正面交锋。我先随着3人去九煞殿，趁我拖延他们时间的间隙，狒狒，您尽快将玉剑和我的消息全部散播出去。我要这海底人尽皆知，随后绕道朝九煞殿赶去，与我保持适当的距离。等时机成熟时，我自会喊你。大哥，俺这就出发。小黑，赤血洞府先由你镇守。大哥，我听你安排。新宗主是我的一半。快点！和我们动手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么磨叽？哎呀，我身法是快，可是御剑就慢了。这已经是我最快速度了。我带你飞。啊，走。妈呀，刘殿下，你速度太快，功力太强。啊，我身体吃不消啊，我需要休息。闭嘴！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是在拖延时间，这招行不通。我这点修为，你这么赶路，我还是……这片流域视线不明，着急赶路未必是好事。六弟，保险起见，我们在附近的巨甲洞府停留一晚再走。我们兄弟都在。亮这小子也使不出什么花招。三位殿下突然到访，在下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我们有要事在身，在此歇息一晚。未经通传，不得靠近。遵命。
我亲自看守秦羽，你们先在隔壁休息，随时注意各处动静。好好坐着。别出声，跟我走。这可没这么容易。二哥，青龙宫腾山。玉剑这么重要，不应该只来一方势力吗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就跟我走吧。来的越多越好。我在这儿，二哥。蛤蟆，六哥，二哥被杀了，碧水府的楼客劫走了秦羽，杀他们！联手，秦羽算你我共有。我们。哎呦！给我死！
师傅都知道了。说，是不是你泄露了消息，害我二哥枉死？你们3人一路上用灵视监视我，哪里来的机会泄露消息啊？七弟，你快使玉行丸疗伤，我们即刻上路。回去再和他算账。公主大人，属下办事不力，秦羽还是被敌舰带走了，还请公主大人治罪。无妨，3眼的人也现身了，这下九煞殿可要热闹了。狄龙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他这方势力在海底修妖界，马上就要孤立无援了。我即刻去趟碧水府。大哥，消息走漏了，青龙宫藤山和碧水府楼柯前来抢夺秦羽，二哥被藤山杀了，七弟受了点伤，好在当即服下了藏宝阁炼制的玉心丸，恢复了伤势。你就是秦羽，当初若是杀了你，二哥根本不会死。喂，是他自己功力不济被暗算，关我何事啊？那我就先拿你来祭奠我二哥。要他死！要他死！要他死！秦羽，玉剑在哪儿？还有，是谁杀了我八弟狄童？这些事情我本来不知道，是师尊告诉我才知道的。那日，八殿下在地下古墓群击败扎红，夺取了扎红手中的第8把玉剑。没想到，突然有一实力高强的神秘人偷袭八殿下，当场将他杀死，夺了玉剑。不过，至于这神秘人是谁，师尊他倒是没有告诉我。一派胡言！怎么突然冒出个师尊？笑话！你以为我会信你这莫须有的师尊？哼，师尊神勇广大，只是对我点拨一二，就让我实力大增，夺了赤血洞府。而他老人家也早就料到有玉剑藏于赤血洞府，定会引起争夺。只是可惜啊！可惜什么？可惜狄童扎红争夺这么激烈，最后却被神秘人得了手。若真如你所说，你师尊既然知道玉剑秘密，为何不自己出手夺了玉剑？我看这个神秘人就是你师尊。我师尊是何等人物？他老人家才看不上那个小小的仙府，他最在乎的就是我这个徒弟。老刘，你立刻把秦羽押到乾坤殿，另外去宣惊蛰进殿。惊蛰要吞噬记忆的功法，这小子说话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六殿下，关门。喂，青龙宫和碧水府已经知道玉剑的下落，你们关着我，麻烦只会越来越大。秦羽，别说大话了。无论如何，你是出不去了。恭送六殿下。大哥，那秦羽若是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师尊，那该如何？海底若真有这样的高手，你我会不知？若不是海底的，秦羽口中师尊若是暴乱星海来的人，那就麻烦了。怕什么？咱们九煞殿杀个秦羽，还需要畏畏缩缩、瞻前顾后吗？
就算是真的，让他打上门就是了。秦羽来历确实有诸多可疑，不过眼下麻烦还有青龙宫和碧水府那2个老东西。先等惊蛰来吧。大哥，惊蛰已到洞外。好，不好，有人坏我九煞殿根基。欧老六、老九，过来！其余兄弟，严查各处要塞。竟能逃出乾坤殿，乾坤殿守卫里肯定有青龙宫和碧水府的内应，让我去查一下。已经断了3根锁链，藏宝阁有坍塌的风险。我和六弟先设法稳住藏宝阁，老九去抓晴雨，不要再让他破坏锁链了。青龙公主命我来救你。这藏宝阁我要定了，紫煞蛟龙有本事来追我！不好，要是锁链都断了的话，藏宝阁就保不住了。大哥六弟，我一人勉强撑住藏宝阁，你2人去抓秦羽，他太狡猾了，恐怕九弟一人难以应付。拦住他！论身法速度，你们可拦不住我。不好，藏宝阁要塌了，保护好剩余的锁链，别让他得手。
你们7条小虫，有本事就来追我！给我追！面上有一黑石海岛，见到岛上的人你就安全了。九煞殿、青龙宫、碧水府，你们各个费尽心机，无非都是为了一己私欲。既然如此，就该自食其果。怎么这么久还没到？你放心，我们2大势力联手，还拿不住一个秦羽。西南方的黑石海岛，你速速赶来！怎么回事？好戏就要开场了。2位大人，助我击退这7条小虫，第8把御剑的下落和九煞殿藏宝阁，我双手奉上。叫你逃出九煞殿，你拿藏宝阁干什么？你诚心给我们惹麻烦！山楼柯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2弟的死还没找你们算账，竟还敢暗做手脚助秦羽逃跑！赶快让开！狄龙，你们要真想动手杀秦羽，以我们的实力哪能拦得住呀？不过，若是青龙公主和我家老祖因为得不到第8把御剑的下落而不高兴了，这后果……你敢威胁我们？秦羽害死2哥8弟，夺了藏宝阁，罪不可恕。他的命我们要定！哼！大哥，别管那么多了。楼柯和藤山都和2哥的死有关，他们和秦羽一个都不能放过。那青龙宫碧水府之后就算要发怒，我们兄弟7人齐力相抗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你们今天带不走秦羽，不过俗话说，打狗看主人。我念在3眼和青龙的面上，
暂且饶过你们2个，还不快滚！哼，秦羽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窝囊。你们口口声声手足情深，为了报兄弟之仇，硬错杀3000也不放过1人。现在杀了嫡亲的人近在咫尺，你们却忌惮青龙宫和碧水府而不敢出手，真是欺软怕硬的贻笑大方啊！我看你们九煞殿以后还是叫九重殿吧。秦羽，你欺人太甚！抓住他！不能让九煞殿的人抓住秦羽。他们要带走秦羽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七弟，七弟，去！大哥，这秦羽身法极快，还有藤山楼客干扰我们，我们不如布下天门阵去困住他。大六合天门阵，布阵！不好，别让他们布阵！内三合，外三合，6合一统。火！水！滚！休想从我的掌心逃走！
哼，青羽，这大六合天门阵一旦结成，不仅是坚固难破，甚至连天地灵气都可以隔绝。你消耗了这么多体内能量，却无法补充，我看你能撑多久？我们兄弟9人若是聚齐组成大9合天门阵，威力更强。不过秦羽，就以你的实力，就是这大6合天门阵也破不开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谁胜谁负还未可知。嘿嘿，总算轮到俺出场了，可把俺逼坏了。哼哼。菲菲，我先随他们去九杀殿，你立刻将我持有御剑的消息散布出去，随后立刻绕道朝九杀殿赶去。我在九杀殿西南方的黑石海岛，你速速赶来。你们几个小虫都给俺听好了，快把这什么狗屁阵法撤了，放我大哥出来，不然我就让他魂飞魄散。你，我等紫煞蛟龙绝不会被你这毛猴威胁。老五，由不得你自爆。嘿嘿，你们要打，俺奉陪到底。真是可笑，5条紫煞蛟龙如此大费周章，却连个功力不到洞虚中期的小子都抓不到。谁说不是呢？真是看不下去了，噼里啪啦打了半天，吵得我头都疼了。总算来了。拜见公主。
这猴子居然是个神兽啊！藤山，你们退下，此处由我和三眼亲自出面。是。什么这个猴子那个猴子的，本侯爷大名侯费，给俺记好了。你们是不是也想打架？来就别废话了。青龙公主，这是我们和秦羽的恩怨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把你的人带走，杀我二弟的仇，我们就一笔勾销。笑话，还说什么恩怨？无非是想要得到御剑下落。你们这帮小蛟龙，不过区区妖兽，能与我们并列海底3大势力已是天大的荣誉。如今你兄弟死了4个，怎么还敢和我谈条件？你这臭蛤蟆算是什么狗屁神兽？秦羽这笔仇我们算定了。你想多管闲事的话，我就让你陪秦羽一起去见阎王。祸从口出，当心你这张欠教训的臭嘴！刚才困于阵中，没法放开手脚。现在兄弟联手，终于能好好教训你们几条小虫了。大哥，来大闹一场！啊！呀！兄弟们，变成本体，杀了他们！状态。就是狂暴状态，果然厉害。这个侯费的资质，竟能与我龙族最强的超级神兽五爪金龙匹敌。若是让他成长到我们这个境界，必定后患无穷。没错，绝不能留他，不能放任他的实力将来超过我三眼必经禅。唉，没法安心看戏了。动手吧！什么？秦羽，你可留，但侯费绝不能留。阴险！
杀了侯妃，秦羽的命归你们。第8把御剑的下落，算我们3方共有。狒狒，狒狒，我是秦羽啊！大哥，不要，大哥！今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，但也千万不要过度隐忍，或是逞强独自承担一切。狒狒，大哥就是拼着性命，也不会再让他们伤你。受死！星辰领域，救星闪耀。竟然是瞬移，来的难道是隐世的四阶散仙？失算了，消息传出去了，动手太慢了。散仙，来人这气势，依我看是仙界的人，都怪你杀什么猴子，耽误了大好时机。好强的功法，难道真的是秦羽说的师尊？多谢兰叔。
世子，你咋才来呀？臭小子，行事还这么鲁莽！小青龙，小蛤蟆。啊，龙族阎王见过前辈。碧水府三眼见过前辈。不说过，关我越久，你们麻烦越大。你们重伤我的2位徒儿，险些要了他们的命。你们说，我该如何处置你们呢？前辈息怒，想杀秦羽和侯费兄弟的是九煞殿的几条小虫，我们其实是想出手救他们呀！你们2个老家伙！前辈，青龙所言极是啊。先前九煞殿将秦羽兄弟抓走，还是我们暗中派人将他救出来的。刚才我还故意破了九煞殿的大六合天门阵。若是我们有意要害秦羽和侯费2位兄弟，又何必要搞这些小动作呢？你们心里在打什么算盘，我清楚得很。处心积虑争夺秦羽，还不就是为了先府御剑？不过，没想到你们不仅贪图御剑，还忌惮我徒神兽资质，出手重伤。至于你们九煞殿，更是为了得到御剑，视他人生命如刍狗，一路残暴弑杀。如此行径，你们还有辩解的吗？你们如此这般费尽心机，御剑却自始至终就在小雨手中，而且如今你们谁又敢动它？我们兄弟几人确实杀戮无数，但为了御剑，手足兄弟也都接连殒命。如今技不如人，无法手刃仇敌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成全你们。前辈，修真世界故来弱肉强食，前辈杀我们自然也无可厚非。我只求前辈开恩，放我兄弟们一条生路，所有的罪责全由我一人承担。由你一人承担，荒唐！狄童死后，你们九煞殿便以怀疑为借口，接连滥杀无辜。如此行径，你如何能够承担？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，当初狄童杀扎红抢御剑，确实是我做了螳螂捕蝉的红雀，最终拿到了御剑。我等兄弟争夺御剑，也是为了有朝一日9人一同飞升。如今兄弟死伤大半，我作为大哥，不惜一切也要保下剩下的其他兄弟。你们虽然残暴可恶，可如今也死伤惨重，付出了代价。兰叔，如若再犯，定斩不饶。青羽兄弟以德报怨，胸怀宽广，在下实在钦佩不已。迪洛，多谢青羽兄弟。青羽兄弟，以你的领导才能，手底下只有一个赤血洞府，实在不符合你的身份。这样，赤血洞府西边有我青龙宫黑蛟6日2大洞府，就交给青羽兄弟了。赤血洞府东边，我碧水府麾下城赤血雨2大洞府也交给青羽兄弟了。我九煞殿麾下的芒角佛峰洞府离赤血洞府最近，都交给青羽兄弟了。安叔，今日能有此番结果，全靠您的力量。若是仅以我自身实力，恐怕……小雨，你跟我来。糟了，4阶3仙才有的瞬移能力，
这前辈竟能一次带2个人，恐怕实力早已远超4阶3仙。现如今有如此变故，我要马上回去禀明长老。黑石岛一战一定很快就会传到蓬莱仙域和紫焰魔域，看来海外修真界要变天了。兰叔，您究竟达到什么境界了？小雨，你就暂且将我当做一个散仙高手吧。宇宙天地，天道难寻，有许多你想不到的千奇百怪，并非如那些修真书籍所说的那么循规蹈矩。所谓强者如云，人外有人，很多修真界的奥秘，你以后会慢慢发现的。你手中那把玉剑，无论修仙者、修妖者，还是修魔者，都为之狂热，甚至不惜拼死相争。可是它最后还是到了你的手里。究其根源，并非是我帮了你，而是因为得到它就是你的命。我可以去追寻仙府吗？当然。不过，你既然想拥有这玉剑去追寻仙府，便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大的考验。在暴乱星海之南的腾龙大陆上，修仙者、修魔者宗派林立，散仙高手无数，个个都觊觎仙府。你必须对他们保持警惕。除了散仙的威胁，你可能还要面对暴乱星海的复杂环境。暴乱星海的天地灵气异常狂暴，无数凶兽和散仙高手层出不穷。凶兽灵智极低，只修内丹不化人形，但却无比强悍，有些甚至能与神兽匹敌。而那些在暴乱星海闯荡、脾气古怪的散仙高手，要比腾龙大陆的修真高手还要危险，有些甚至功力已经达到了12级。小雨啊，外在的困难随着功法的提升，自然会迎刃而解，而内在的困难，无论是何境界，却始终有人无法跨越。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兰叔，狄龙一行人为夺玉剑修炼，不惜滥杀无辜，更信誓旦旦说这是修真界的常识。如此自私残暴的行为，我不愿接受。父亲教导我，秦家男儿要坚守自己的信念，勿要畏首畏尾。我相信，凭借自身的努力，踏实修炼，也一定能在这修真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孺子可教。小雨，修真界之上还有所谓的仙界，眼光要放长远。你所修功法极为特殊，只要持之以恒，恐怕连我都难以判定你将来成就。如今你已有一把玉剑，不必心急，待9剑聚齐之时，仙府之路自会出现。新的一步就从这里开始。俺在哪儿？小雨，你选择的道路必定充满坎坷，你自然也会在这条道路上遇到无数的困难。即便如此，你也要始终怀抱初心，坚持走下去，努力修炼。只有这样，
才能真正成为强大的修真者，遨游于宇宙天际。这周天星辰大阵是我送给你的开阁之礼，不仅在阵内能聚集天地灵气、星辰光华，阵外更有强力屏障，永不受外来打扰。这里新的名字就叫做星辰阁。大哥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地盘了。近来海底世界的修妖者都对咱们的星辰阁仰慕不已，我趁机招揽了不少厉害的伙伴。做得好，这位是？啊，颜蕊是我在外闯荡时的相识，来历可靠，实力已是洞穴后期，是8位新护法中最强。首席可以由他来担任，护卫队通通交由他管理。看来小黑你在外也遇到了不少事啊。既然是你认定的人，我相信他。谢两位阁主，属下定当竭尽全力。既然护卫队已经有人管理了，这个总管一职交给庄中最合适不过了。谢阁主，属下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没劲，没劲，没劲！大哥，自从建好了这星辰阁，啥事俺都插不上手，还不如这个杂毛鸟管得多。俺这个二阁主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俺不服！狒狒，你实力是强，这次九煞殿危机也多亏了你。不过论到处理星辰阁的事务，小黑还是比你细心多了。还是大哥了解我，我自小跟着大哥，我们之间的默契，不是你这个半路冒出来的猴子能比的。再有默契，杂毛鸟终究是杂毛鸟，真要有事儿，还是要靠本侯爷出手。我在这周天星辰大阵中修炼，已经到达元婴后期了，你我实力相当，你不服，我们就来比试一下。三兄弟可真热闹啊！狒狒，兰叔一直教导你要修身养性，你要是控制不住脾气啊，兰叔他可是会让你回竹院的哦。别，俺错了，俺和小黑闹着玩呢。小黑啊，既然你已经是3阁主了，就有点气魄，别和狒狒一般见识了，啊？想去那里看看吗？这里的感觉很温馨，和星辰阁其他地方不一样。秦羽，是啊，你喜欢吗？这里比我童年生活的地方要自在快活得多。我其实是乾隆大陆。大哥，青龙公主他们来了。青玉阁主，恭喜啊！青玉阁主，恭喜！青玉阁主，
恭喜！秦羽道友，我等代表蓬莱仙域特来恭贺星辰阁开阁。我乃清虚观大长老延续真人，这位是紫阳门火田真人，这位是蓝阳门狄风真人。多谢。啊，此处当真是福地呀！老朽都从未欣赏过如星辰阁这般仙家美景。就连远在腾龙大陆，我清虚观的本家都远不及这里呀，不像那些修妖者和修魔者。延续，你们修仙者都习惯背地里说人坏话吗？紫焰魔域伊达，恭祝星辰阁开阁。炎魔门弟子焦九，音乐宫弟子司徒显。哼，一个无门无派的毛头小子，竟能代表整个紫焰魔域说话，看来修魔者真是后继无人了。诸位，多谢你们前来祝贺，那我也该尽下地主之谊，各位里面请。庄中。备酒席。是。是啊，大家都是来为秦羽阁主庆贺的，别把场面弄得这么难看嘛！进去一起喝两杯。来，秦羽阁主，咱们来喝一杯。啊！哎，光喝酒多没意思。秦羽兄弟，这位伊达兄弟有个外号叫紫发玉王，你猜猜他这外号是怎么来的？你要猜对了，我自罚3杯。既然伊达兄是紫焰魔域的第一人，自然是玉王。他又是紫发，所以叫紫发玉王。这当初焦九司徒血争夺紫焰魔域第一人的位置，结果这个无门无派的伊达直接抓了焦九和司徒血，封了他们功力，关了他们整整3年后，伊达才问他们是否承认他是紫焰魔域第一人，所以他被称为紫发玉王。青龙，你每次都拿我开涮。我不善和别人说废话，封了功力关上几年，单单是寂寞都会让人发狂。到时候我让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。场面话就不必来来回回了。各位相聚于此的目的，想必都是相同的。我就直说了。还请各位把玉剑借我一用。果然，你们是为了9剑仙府来的。
我就直说了，还请各位把御剑借我一用。延续，你这老糊涂是不是疯了？御剑可是能随便借给你的。荒唐！哎呀！凭什么给你御剑？伊达，你赔我衣服！哎，有话好好说嘛！哎，嘿嘿嘿。大家稍安勿躁，真要动手，先听我说完也不迟。我知道这仙府宝藏各位都有所求，不过如今8剑虽然聚齐，可唯有第9把剑依然音讯全无。我之所以向各位借御剑，其实就是为了探索这第9把剑的下落。莫非真人有秘法，可利用这8把御剑去搜寻第9把？不愧是秦羽阁主，正说到点子上。将8剑集于我手，我便可用秘法找到第9剑的位置。到时我们几人共取9剑，同享仙府，岂不是得偿所愿？共取9剑，同享仙府，真有这么简单？在座的都是高手，我若这么轻易地将御剑交给你，难免会担心日后事情有变。你背后有师尊，有谁敢动你？秦羽兄弟，你大可放心，即便是众高手在场，也不会有人胆敢与你为敌。若真有不长眼的，我必定站在你这边。我此举也只为齐力寻找御剑，谁要敢生事端，我延续第1个不饶。哼！好。秘法施展成功，8把御剑将会朝第9把御剑所在飞去，一定要跟紧了。狒狒、小黑，你们随我一同去找第9把御剑，星辰阁暂交给庄中管理。丽儿，寻找第9把御剑，路途必然艰险。我不想让你受累，你就留在星辰阁吧。可我想和你一起去看看。烈儿，我担心你金丹期飞行速度跟不上御剑呢。你照顾好我不就行了？那我们走。嘿嘿，快点儿！
丽儿，你御空飞行的速度竟然比得上我们御剑飞行。丽儿姐姐，你竟然还有这本事！秦羽兄弟，你的星辰阁当真是卧虎藏龙啊！不仅有这2位神兽，还有这位姑娘，金丹期竟有如此速度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大哥，快看！大哥，乌江。为啥看到这乌江，你们这么激动啊？这里是我的家乡，我和小黑曾经还在这乌江上有过一战呢。秦羽兄弟，想不到你竟是人类。以一个人类之躯，竟敢到修妖者的世界闯荡，佩服。要是俺在场，肯定比你管用的多。哼！秦羽阁主原本面貌也是玉树临风啊。这玉剑竟是在洪荒！不好，快收起玉剑！小黑，我们还在这里遭遇过龙岩石和红鸾，但现在却不见他们的踪影。洪荒中有股神秘的力量扰乱了我的秘法，看来第9把玉剑的具体位置只能多费些时日，慢慢用灵石搜索了。真是靠不住，搞了半天还要自己找，这鬼地方蹊跷诡异，要找到什么时候啊？洪荒危机四伏。看来凭我们几个确实有些勉强了。行了，老家伙磨磨唧唧的，废话少说，赶紧调集人马来找就是。我清虚观下属朝阳宗的少主东方玉，在乾隆大陆明王朝搭建了一处仙境，名为众仙域。各位若不嫌弃，就随我一同前去，大家在消息和人手上互通有无，也好有个照应，如何？说是招待，其实是想监视我们的动向吧？你们过家家吧，我自会找到落脚之处。邪魔歪道，目光浅薄，敢轻视洪荒凶险。玉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，不如你们就先随我一同回家吧。嘿嘿，好啊，俺要看看那些凡人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各位，我本是乾隆大陆生人，自有去处，就先一步告辞了。嘿嘿。
既然来了这么多找玉剑，来得正好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不能破得了这仙人留下的宝洞。不过，有道是来了即是客，我们得准备点见面礼才是。哼。这里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一切都没有变，但又好像一切都变了。我父亲曾是楚王朝的王爷，一心想要实现宏图，对我这个文不成武不就的儿子并不关注，所以他把我送到了这里，希望我过平凡快乐的生活。但我想为他做些有用的事，所以我在这里苦练，一步步成为一个修真者。那时有赵云兴师傅，有莲颜爷爷，还有小黑陪着我。虽然与父亲相隔两地，但也是段自由畅快的日子。我现在明白，为何当初星辰阁的长廊要建成那个样子了。你和我从小所见的那些人都不一样。丽儿，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？我的童年和你很像，父亲事务缠身，我几乎见不到他。为了亲近他，我也曾努力地去帮他。可是，后来发生了一场变故，真的让我厌倦了，所以我就和兰叔离开了。曾经，我觉得父亲刻意在疏远我，所以我更加努力苦练，终于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。后来，我才明白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保护我。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是有苦衷的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相互理解的。走吧，我们去延京城。这段时间，我军加强了防守。报告陛下，将军，上算你三殿下回来了。你们刚刚去哪儿了？你这杂毛鹰，给我站住！是三殿下，三殿下，三殿下回来了，三殿下回来了，三殿下。嘿，嘿嘿，嚯！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大哥哥！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二哥，小雨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跟大哥都很想你啊。对，你看起来还挺精神的呀。哎呀，啊，大哥哥，我好想你们呀。小雨，你回来的太突然了，还好云雾山庄的守卫在城外看到了你，早早的通报，我们这才匆忙的准备了一下。大哥，你们做皇帝做将军，行事可威风了。
以后啊，不必对我这么隆重，哎，只要家人团聚就足够了。啊，父王在哪里？我等不及想见他了。啊，不巧，父王和风伯伯现在正在闭关的关键时期，暂时还不能露面。啊，闭关？雨哥哥，小雨，雨哥哥，小洛，铁山，哎，铁山如今是苏岩城的统领，小鹿啊，他是刻苦修炼，现在都已经是先天中期了。他们为了见你，可是专程从苏岩城赶过来的。你们都大变样了，哪有你变化大呀？我现在练兵，那些个小娃娃可都梦想着要成为像你这样的传奇呢。雨哥哥，哦，这位是嫂嫂。哦，丽儿是我师妹，还不是。对了，这些年父王可好？还有赵云新师傅呢。哦，赵将军啊，哦，最近乌江决堤，赵将军正组织抗灾呢，暂时赶不回来。决堤？乌江根本没有决堤啊！小雨，你不在的日子，家里可是大变样了。他娶了老婆，膝下还有一儿一女，日子过得可是快活啊！要说快活，谁能比得上你？小雨，你大哥呀，娶了个舞痴老婆柳烟云，把他管得那叫一个服帖呀。话说，你走了这么多年，看起来一点也没变啊。小黑，自从上次港口送别，你的实力也增进了不少吧？俺叫侯费，秦羽是俺大哥。你们实力太差。不过既然是俺大哥的兄弟，好吧，就勉强认你们做兄弟了。铁山，哎，乌江几时决堤的？小雨，你难得回来，就别操心了。宴席已经摆好了，今晚我们把酒言欢，不醉不归。对。大哥二哥，乌江根本没有决堤，你们在隐瞒些什么？父王和赵云新师傅到底在哪儿？这……小雨。小雨回来了，你当真不见他？不能见。以雨儿的性格，若是知道了真相，他会不顾一切地杀到明王朝去。和明王朝一战，东方玉断了我们一臂，这事儿瞒不了一辈子。更何况，小雨要是知道赵云兴死了，父王，这些事你怎么能瞒着我？每次问起父王，大哥二哥就闪烁其词，我就知道这其中有隐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的，玉儿，不过是和明王朝朝阳宗有点摩擦。况且，我们可是在东方玉那等元婴中期的上仙面前保住了一条命呢。不过是断了条手臂，我还挥得动剑。玉儿，你在外没受什么伤，太好了。朝阳宗，东方玉，战场上生死由命，强者至上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玉儿，你不要为了替我争这口气，冲动的去招惹东方玉，我不希望你受伤。东方玉是朝阳宗少主，宗派弟子多达数千人，是100万里内第一修仙者宗派，人多势众，不可与他们硬拼呢。强者至上，强者就可以胡作非为，欺凌弱小吗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他东方玉不懂这个道理，我就教训到让他明白。玉儿，小雨，不要！慢着，这气息有大品
高手来了！如此多数量的修妖者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海底修妖界的大扰？不会是找雨儿的吧？雨儿会不会有危险？奉阁主之命前来保护秦家。这阁主是秦羽。 3年之约，如约而至。当年你给我萧家的耻辱，今天请回来。秦羽有难，是兄弟的，都来帮忙。扫一扫这个二维码，或者搜索“星辰变官方”，助力秦羽。除了有小黑帅气的壁纸，还有各种小姐姐等着你哦。 风中烟雨。深入洪荒200万里，我们各方人马不断遭受袭击，结果你说的办法就是这个，派这些不中用的去找御剑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青龙，我们越是深入洪荒，妖兽就越是多，他们一定是在保护什么，必须查到底。朝阳宗扎根乾隆大陆，对洪荒更为了解，此番前去定能有所斩获。 东方念，等你们传回御剑的消息，就随我一同前往蓬莱仙域。啊，多谢真人，让我们父子得偿所愿。谢真人，在下愿为真人赴汤蹈火。我早就受够了乾隆大陆这群无知窝囊的凡人，等我入了蓬莱，杀他们就是弹指一挥间。玉儿。 东方玉，速速现身！
阁主。秦羽阁主为何对你如此恼怒？真人，在下对这位秦羽阁主不甚了解，冒昧问一句，他是什么来头，出身何方啊？秦羽阁主是海底修妖界星辰阁的阁主，是我九剑联盟的盟友。至于出身，他倒是乾隆大陆生人。莫非秦羽阁主与祖龙朝秦德是一家？怎么，你儿和秦羽阁主真有过节？东方玉，你伤我父王和风伯伯，杀我恩师赵云星，这笔账我今天跟你好好算算。就是他们伤害秦家。大哥，我们来帮你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谁在梦中放声长啸？惊动的星光，他相信只要歌声嘹亮，传来回响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翱翔九天跃龙门。星辰闪耀，却在远方。只有那静静我在大丈夫，当如是也。力量，迷雾中有花开放，像一轮朝阳。秦羽阁主饶命啊！我们实在不知秦德是您父亲，赵云星是您恩师，是我们是万万不敢与之为敌的。可是，如今我儿已经为九剑同盟承担了探寻九剑的任务，对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以大局为重。好一个以大局为重！难道我父王和风伯伯的手臂，还有我恩师赵云星的命，就这么算了吗？秦羽阁主，这真是个误会啊！你也知道，这修真界本就是强者为尊。哎，我好歹为秦德和风玉子留了2条命，您看在延续真人的面子上，过去的恩怨就这么算了吧。这一拳是我师父赵云星的，这一拳是风伯伯的。这一拳是我父王的。玉儿知错了，求秦羽阁主网开一面呐！恃强凌弱，残暴无情，你们这样的人存在一天，乾隆大陆就永无宁日。秦羽阁主不可再动手，否则就是触犯人仙殊途。
儿啊！秦羽兄弟，杀个蝼蚁而已，不要误了大事。不如我们就一起封了他们的元婴，废了朝阳宗，永绝后患。秦羽阁主，东方玉自作孽不可活，但你若听了这青龙的话，废了朝阳宗，是会触犯了人仙殊途的规则。啥？人仙殊途？什么玩意儿？傲乱星海的散仙们曾经定下修真者不能干涉凡人王朝争斗的规则，你的介入已经导致朝阳宗一派遭受重创，影响了赤乌朝同祖龙朝的争霸局势。若是将他们赶尽杀绝，怕也会招惹散仙高手，对秦家不利。上！我星辰阁不做赶尽杀绝之事。不过，若你朝阳宗再敢仗势欺人，休怪我无情。秦羽阁主果真是宽宏大量，还不谢过秦羽阁主不杀之恩。谢秦羽阁主不杀之恩，我等发誓，绝不再与秦家为敌。我的哼，大哥，为啥要听那个老头的？那些散仙有什么可怕的？要俺说，就该把朝阳宗那群杂碎。多嘴！若是杀了他们，大哥岂不变成和他们是一路货色？雨哥哥，你看，哦，你的手臂，这多亏了丽儿姐姐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入修仙之道数百年，却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治疗之法，妙，太妙了。哦。丽儿姑娘，这实在是……秦叔叔，虽说这手臂已经完好无损的回来了，但终究不是您原生的肢体，要想运用自如，还需多多保养，勤加练习。丽儿，谢谢你。小月，你还记得这棵树吗？这是孩儿还小时与父王一起种下的。玉儿，你虽身为皇室，却为修炼一路走来鲜有人关心，已吃过太多苦头。自你离开乾隆大陆之后，更经历着连为父都无法想象的困难。父王，东方玉之事，本是为父能力不济所致，怕你担心，本想一直隐瞒下去。然而到头来，又是你帮为父出头，为父真是不知该怎么面对你。父王，在外面的日子虽然遭遇无数艰难困境，但每当我想起这个家，却又能获得数不尽的力量。您的存在已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，就让我来保护秦家吧。
秦羽兄弟速速赶来洪荒。父王，我得走了。我留了些许修妖者暗中保护秦家，不会打扰你们，大可放心。秦叔叔，不必担心。秦羽他在外闯荡久了，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没想到，竟长成了这般参天的大树。整整10年，六方势力都调动了过万的人马，在洪荒中仔仔细细、慢慢吞吞地搜索。因为要深入的搜索，速度自然慢。不过10年功夫，搜索的面积早就深入到100万里之内。看什么看？几年不见，侯爷我已经度过6、9天劫了，是不是很威武霸气呀？切，你度过天劫，怎么外形没太大变化呀？我哪知道？各位前辈，可是找到了玉剑？找是找到了，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的人马不约而同地被妖兽引到了洞前，然后那些引我们到洞前的妖兽，刹那间都消失了。那洞中散发着御剑的气息，御剑绝对就在里面。可突然间，我们的人马遭到了埋伏。神秘的妖兽袭击了一次之后，又突然销声匿迹了。于是，我们就派了残余人马下去投石问路，但是一个都没有回来。传讯令在洞中不管用，先下去的那些家伙根本不知死活。这一看就是陷阱，要我说就赶紧走。真没想到，你们还会把剩下的人派下去送死。现在怎么办？难不成还自己去？此事确实谨慎为好。找到第9把御剑固然重要，但是保住我们手中的御剑是最基本的。既然有人邀请，那岂有不下去一说？大哥，俺跟着你。你们下去之后跟紧点。是。小心点。这洞又黑又脏，实在配不上我的身份。怕了就直说怕了，装什么装？没有我，你也就只能看到10几米远，到时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嘿嘿，这有什么？俺看到的比你更远。地底有寒气，小心！是岩浆，快跑！地部有一个黑色池子，闪开！
他们果然都死了。这洞中非比寻常，大家保持警惕。要是走了神，死了可怨不得谁。我就不该和你们一起下来，这就是条死路。我们现在没有退路，想出去只能往前走。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小心！这巨石是一张巨大的符篆，一起攻击符篆！好！九死一生，非生即死。仅凭文字的气势就能让我等受伤，而且功力越高者受影响越大，功力弱的反而不受影响。留下这文字的实力至少达到金仙，甚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。我的命可比这狗皮玉剑宝贵多了，我才不信这什么仙人留下的字。哼，我就在这儿静静修炼，等着99重劫劈开这里，倒还为我渡劫省事儿呢。要解开这个难题，我倒有个办法。若是有效，这第9把玉剑得归我所有。你先说来听听。你急着送死，我不反对。我们选出9人，将灵魂玉剑交给我们，然后让他们分别跳入9个通道，不就清楚哪条是生路了？而这9位的人选就在这里。各位道友，为了蓬莱仙域，若是得了玉剑，我必善待诸位的门派师兄弟。且慢，我等甘愿领命。这条是生路。这9人都死了，难道每条都是死路？这不可能啊！既然玉剑藏于幽深之洞深处，那么玉剑所在就一定是生路。延续真人，上次你使用那秘法寻找第9把玉剑不成，这次再试试看。
之前御剑指引到洪荒，就因为神秘力量干扰而失效了，谁知道这次管不管用？现在没有退路，必须做出选择。既然想得到御剑，又怎能在此畏手畏脚？狒狒，小黑，我们走。又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！不好，御剑留下！大哥，小心点，这通道没这么简单。地底烟火，小心！秦羽，你害死我们了！来了！龙岩石和红鸾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我就是第9把御剑的拥有者，洪荒外围的掌控者，炎墨。炎墨，你说你是第9把御剑的拥有者，御剑呢？好玩，好玩，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好玩了。炎墨，在我等面前还用幻术，太自欺欺人了吧！炎狼，没想到你还记得我，竟然是空明中期的黑龙，在龙族中的地位可是比青龙要高。哼，归根到底，这第9把御剑还是落到了龙族手中。青龙，恭喜呀！龙族，哼，与我何干？现在洪荒才是我的天地。炎墨，你一路将我们引导至此，想必也是因为9剑仙府吧？不愧是星辰阁阁主，秦羽兄弟果然如我掌握的情报一样机密过人。既然你们也通过了仙人设下的考验来到这里，那我们就坐下，好好谈谈9剑仙府之事。既然要和我们共谋仙府，那为何杀我手下人马？手下？你说的是这种废物吗？这洞穴本是仙人所立，我早先冲破了仙人设下的机关，好不容易才拿到御剑，掌握了自由出入死之通道的能力。本想等你们踏入死之通道，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夺了御剑，独享仙府。唉，
没想到你们竟然找到了生之通道。哼，想杀我们夺了玉剑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出来，看来我们被小瞧了呀。九剑仙符乃仙人所留，自是有实力的人才有资格进入，没有实力的废物，自是应该被淘汰。不过既然你们侥幸没死，我就姑且认可你们的实力，大家一起谈合作了。谁知道你会不会背地里捅刀子？杀了他，夺玉剑！叶大说的没错，趁现在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区区几条小虫，认清楚自己几斤几两。各位不要忘了，我研墨可是这洪荒外围的掌控者。既然你们要与我拼个你死我活，那就不要怪我把这玉剑交给洪荒内围掌控者。到时候牵扯出大成器的神兽出手，怕是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既然都是为九剑仙符，那多一人也没什么。再说研墨兄既然已经提出合作，怕是也不想把玉剑让给其他人吧？秦羽兄弟说的对，我没意见。好。既然联盟已成，那就赶紧用九剑做法，找出仙符位置。紫焰魔域2把，蓬莱仙域1把，碧水府1把，青龙宫2把，九煞殿1把，星辰阁1把。兄弟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飞升妖界，指日可待。快通知九弟，与我们会合。这仙府竟然在暴乱星海，万一在那鬼地方碰上功力强健的凶兽，我们不就完了？仙府离金木岛不远，而金木岛就在暴乱星海边缘。碰不上什么有威胁的凶兽，为了九剑仙府，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。仙府危机四伏，带大队人马进去反而碍手碍脚，我们还是带个别高手为好。你们觉得具体几人比较公平呢？按照拥有玉剑的数量决定，拥有1把玉剑就取1人，有2把就取2人，如何？我蓬莱仙域不过1把玉剑。但火田真人和狄风真人可是因御剑而牺牲了。若是紫阳门和蓝阳门被排挤在仙府外，我如何服众？拥有1把御剑，必须去3人。你怎么服众关我屁事？我看你是想借着人多势众抢宝贝吧？你不如大家各退一步，拥有1把御剑去2人，如何？我没意见。我蓬莱仙域也答应了。秦羽，你星辰阁高手就那么2、3个，
去几人不在乎，却想要以此来束缚我等，也太阴险了。哼，狄龙，你无端污蔑俺大哥作甚？真当俺大哥好言好语好欺负啊？哎呀，这可有点麻烦了。小雪、龙岩、红鸾都想去呢。研墨前辈也觉得不妥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一把御剑得去4个人，我9大哥，也得去。还商量什么？这不就行了？我有了2把御剑，按照规则可以去4人了。尹墨，你……我没有破坏定下的规则吧？也没说不能抢御剑呢。你们至于一个个杀气腾腾地看着我？尹墨，你变了！你无端杀死盟友，叫我们如何信任你？哼，所谓盟友，该是有同等实力的人物。九煞殿这几条废物小虫，配得上盟友2字？你们5方势力，要么自身实力过硬，要么背后有了不得的势力。我岂有胆子对你们下手？这3只小虫实力平平，凭什么与我分享先锋？我就奇怪了，你们为何不早早灭了九煞殿，夺御剑，反而最后便宜了我呢？九煞殿本就是我青龙宫和碧水府之间为了达到平衡而产生的，如今这般局势，确实不需要他们了。对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干脆这就派人去攻下九煞殿。三爷，看你急的。秦羽兄弟，你何不也顺势而为？不然宝贝可就都没了。我对趁火打劫的事不感兴趣。九煞殿8个兄弟都死了，仅剩一个狄奈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狄奈那个疯子冲动偏执，无论如何他都会认为错在你哦。以狄奈的实力，虽然奈何不了我，可我担心他从狄龙口中得知了我出身乾隆大陆，转而伤害我的家人。事态紧急，我得先回家看看。是我杀了狄龙3人，后果我来承担。况且我听说你身后有一位高手，怕是狄奈也不敢冒犯。这是我自己的家事，与我师尊无关，也不劳言莫兄费心了。大哥，那我们立刻出发。哎，秦玉阁主要处理家事，正好红鸾和龙岩要渡6、9天劫了。乾隆大陆距离那金木岛路途漫长，即便是我等功力，也要耗上1年半载。不如先做好充分准备，3年后再在金木岛会合。3年后，我在金木岛等你们。3年没问题。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如何。小雨，父王，你回来了。雨儿，你们没事就好。雨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在寻找9剑时出了意外，曾与我结怨的仇家，极有可能因此找上门来。小雨，你会不会有危险？他伤不到我，可我担心他会来伤害你们。怎么会？怪我先前行事鲁莽，去找东方御史，暴露了自己是左龙朝皇族的身份，让狄奈知道了你们的存在。玉儿，
这不是你的错。偏偏我和小黑就要渡69天劫，没办法时刻陪在你们身边。虽说狒狒早就渡过69天劫，能够保护亲家，可若还是被他钻了空子，威胁到你们的性命，玉儿，别什么都自己扛，咱们秦家也不是好惹的。父王，我的仇家可是洞虚期的修妖者，你们以凡人之身对付他，太过危险了。我们虽然实力不足，可我们对岩京城了如指掌，有我们的智略，再加上你星辰阁的实力，何惧他人？我们能为你分担些，你也能安心准备渡劫。就是，咱们秦家男儿顶天立地，任谁来也不怕。小雨，我们秦家男儿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想当年，我们9兄弟纵横海底修妖界，那是何等风光！而如今，环顾八方世界，却再无一兄弟。雄踞一方的九煞殿，竟也被青龙宫、碧水府这些混账抢掠。这一切都是从秦羽杀了8哥开始，接着哥哥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。当初你们忌惮秦羽的师尊，顾及兄弟彼此的性命，不敢出手，直到如今留我一人。没想到兄弟之仇未报，我便心如刀割。如今你们也不在了，我无所畏惧。秦羽，你死期到了。我狄乃对天发誓，杀兄之仇，定要秦羽以命来还。如若放弃，天打雷劈，魂飞魄散。朝皇子，我等即便杀不掉秦羽，也绝不能放过他秦家人。叶袭，给我召集剩余人马，把九煞殿烧得干净。我们去乾隆大陆。遵命。第4道天雷了，小黑应付得很轻松，可是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怎么回事？最后一道天雷，
怎么结云还会再次聚集雷电之力，增加能量？小黑，全力以赴，不然小心魂飞魄散。好了，你可吓死我了！没想到那69天劫的最后一道天雷，威力竟然会突然增加数倍。69天劫确实无比凶险，必须专心应对。若是遭遇他人干扰渡劫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青玉大哥，如果我用族中秘法算得不错，你以后渡劫时天劫威力也将极大，望你小心。大哥！大哥，九煞殿的这些老鼠实在太狡猾了，他们冲击城门引起恐慌，同时塞妖从河道海港上岸突袭，混进城内。这些混进来的家伙拿着星辰阁的玉牌，太难分辨了。哎，大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立刻请点所有在祖龙朝境内的星辰阁护卫，为他们更换新的身份玉牌。哦，严查城内任何修妖者。知道了。亲贼先擒王，看来要彻底解决这件事，就必须要引出敌来。还在想怎么对付狄奈？我的心境到了空明中期，渡劫将近了。丽儿，我要把渡劫的消息泄露给狄奈。狄奈知道我渡劫，一定会来捣乱的。到时，我就同他决一死战。不行，你既然知道危险，还要冒险迎来狄奈。况且，我已提醒过你，即便你全力以赴对抗天劫，都不一定能安然归来。更别说有狄奈阻挠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亲家始终会受狄奈的威胁。别担心，我会让狒狒带人埋伏在暗处，狄奈伤不到我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。玉儿，父王。玉儿，如今你已经是名震一方的星辰阁阁主了，你面临的挑战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是根本帮不上忙。利用69天劫引出狄奈决战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打破了人仙殊途的禁忌，泄露了我的凡人身份，这才害得你们面对狄奈的威胁。为了秦家安宁，
我一定要除掉狄奈。秦家男儿当断则断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为父当然支持你。但是，我希望你带上足够的人马，保护好自己。可是岩京城没有星辰阁保护，我不放心啊。不要小看你父王我，还有你的2个兄长。还有，你要记着，一旦渡劫开始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必须专注，切不可受情绪影响。雨儿啊，另外，为父还有一事要叮嘱你。父王，您说。那个女孩子的心情，还是要照顾一下的。秦羽要在石鹤海岛渡劫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殿下，渡劫一向是绝密之事，可是这消息来得如此简单，恐怕背后有诈。如今手足兄弟仅剩我孤身一人，都是拜秦羽所赐。血海深仇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必须去。秦羽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如此修为，再放任他度过6、9天劫，我更难以杀他。而他若是渡劫失败了，我甚至连报仇的机会都没了。燕心会永远追随殿下。秦羽，好好尝尝我感受到的痛苦吧。大哥，丽儿姐姐她不肯出来，不过这是丽儿姐姐让俺给你的，俺还想要呢，丽儿姐姐都不给，原来是为你留的。小黑，秦家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大哥，你专心渡劫，我和颜蕊不会让你的家人受一点伤害。第一道天雷，威力远不到雷卫师尊所说的天雷炼体的效果。不过丽儿也曾说过，6、9天劫可能会大出我的意料，还是小心为好。
威力竟然还没有明显变化，而且体难也还没有出现。岩晶城儿。 报告，城外。该死！趁着星辰阁人马在保护阁主渡劫，九煞殿竟然来了这么多人。九煞殿虽是修妖者，但终究是余孽杂兵。 有你我在，还怕什么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让这帮臭鱼烂虾看看我们秦家的实力。秦家将士，誓死捍卫岩晶城！誓死捍卫岩晶城！誓死捍卫岩晶城！冲！小黑，冯兄，这里交给你们了。严瑞护法，跟我一同去摸清城内情况。是。我们就算胜不了修妖者，也得挡住他。快带人回去支援！大哥，俺答应了要护你安全，俺不走。哎，
哥，听我的，我要回去支援。守住防线，不要松懈。是。打起精神，不必死不啊！迪奈呢？迪奈并未现身呢。你不是该在石鹤海岛为玉儿护法吗？哎呀！上路了！我九煞殿今日落得如此田地，都是因为你。若不是靠着其他高手撑腰，就凭你这种蝼蚁一般的凡人，早该被我撕成碎片。荒唐！你九煞殿作恶多端，屠戮多少无辜，如今被各方强者欺压，海底势力还有谁愿意帮你？你还不明白，你们今天的结局本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住口！你以为我们兄弟是靠什么活着救这世界的？
铁律。那些孩子小小凡人动不正常御剑，就是该死。连京城的那些凡人和你为伍，也都该死。现在轮到你了。不过你要记着，一旦渡劫开始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必须专注，切不可受情绪影响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。不管是你还是天劫，都休想拦我的路！星辰领域，星河洞。边境城安全了，你在哪儿啊？这小小的天劫一定难不了你，大哥，你快出来呀！啊，大哥！
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哥，俺就知道你没事儿。这次渡劫实在太过诡异，前5道天雷竟然都十分弱，能量完全聚集到第6道天雷，再加上迪奈元婴自爆，多亏了流星泪和利尔给我的6元虚木阵护体，才让我在最后时刻突破功法，挺过来。丽儿，我回来了，谢谢你的法阵。青玉大哥，我知道这些话应该是你家人说，但是我必须说，渡劫极为重要，也极为危险，千万不能开玩笑。你要杀迪奈，也不能利用渡劫这个时机。你要知道，如果出现失误，你很可能就渡劫失败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了。不会就好。兰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恭喜你度过6九天劫的。此次你的6九天劫异常凶险，这绝非偶然，必然有特殊原因。将来9九重劫也肯定不简单，望你小心。兰叔，我会牢记于心的。我知道，过段时间你便要前往暴乱星海，开启9剑仙府了。既然拥有一把御剑，可以去2人，我看就让丽儿和你一同前去吧。可是仙府凶险，我担心丽儿她。丽儿有法宝护体，只要不是天仙级别高手，便伤不了她。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即可。丽儿在你身边，对你此行也很有好处。我愿意去。人人垂涎的仙府至宝，探宝之路一定诸多危险。况且这次丽儿会与我一同前去，出发之前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到达星河前期后，御剑速度较从前大为长进。从岩京城出发到金木堂只需要半年，我还有时间炼制灵气。黑猿。
大哥，你这灵气好神奇，我还未曾见过这类灵气呢。我管它叫黑猿，这是我用了上百块极品晶石炼制而成的，可以变换成各种形态。延续真人，你怎么独自前来？紫阳门和蓝阳门两派为了仅剩的一个入仙府的名额吵得不可开交，为了公平，就干脆都别来了。我们3人到了。严师还没有感应到69天劫，我就让他待在洪荒了。三眼，你的手下也没有跟来吗？研墨3人，青龙宫4人，紫夜魔域4人，星辰阁2人，蓬莱仙域1人。有我们这么多人在，通过暴乱星海绰绰有余。哎呀，赶紧出发吧！别高兴太早，暴乱星海凶兽众多，单个凶兽我们还可以轻松应对，如若遇到大乘期凶兽，甚至凶兽群，我们这些人也一样难以招架。关于怎么分配仙府的宝贝，我们要再做商量。如果宝贝数量正好是9的倍数，那就按照拥有玉剑的比例分配；但如果无法分配，那就各凭本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出发！前面就是暴乱星海了。暴乱星海的天地灵气极其浑厚，是历练心性、淬炼功力精纯的好地方，颇受散仙、散妖和散魔的青睐。但越是深入，灵气也就越发暴乱。凶兽正是长期在如此环境下活动，才变得诡异残暴。大家必须守住灵台清明，急速飞行，尽全力赶往9剑仙府。切记，遇见凶兽别慌乱。保持清醒。真不愧是暴乱星海，心性不定的人，恐怕根本无法在此地修炼。凶兽！前期的凶手也妄图挡我的路，找死！
兽群。这些凶兽是被血腥味吸引而来的。爷莫，看看你干的好事。跟紧我。你要小心。凶兽实力虽强，但终究智力低下，别恋战，快走！就快到了，监视住！还没找到，应该就在这附近呢。找到了，仙府就在前面，冲进仙府，这些凶兽就碰不到我们了。江头，完备，受死！这个没脑子的凶兽都到大成期了，话还是说不利索。
就在眼前了。心腹呢？仙府究竟在哪儿？这……怎么还有那么多大成期凶兽？你们要谁就去抢！你要把我们当宝贝来瓜分呢？那要看看他们有多少能耐。玉剑是仙府的钥匙，快点拿出玉剑，让九剑合一，找到仙府位置。这就是仙府，美，这仙府太美了。世间竟有此天工造物，美不胜收啊！我终于能得到仙府宝贝了。3年之约，如约而至。当年你给我萧家的耻辱，今天请回来。历经劫难，请与王者归来。扫一扫这个2维码，或者搜索星辰殿官方，有小雨新的武器装备。
丽儿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小小蛤蟆敢觊觎仙府，死有余辜。只是担心什么来什么，腾龙大陆这些高手还是来了。这位就是星辰阁的人吧？竟然能受我一击不死！在下星辰阁阁主秦羽。这就是那位散仙赐予的护身法宝吧？至少是仙器级别的宝贝，果然了得。如此高手，是我等远远所不能及呀。炎魔门弟子娇九拜见师祖、师叔祖。音乐宫司徒血拜见霍兰、霍灿两位前辈。伊达见过二位前辈，前辈真是手眼通天，我还未派人邀请，就自己来了。哼，紫炎魔域的伊达小儿还是这么没教养，不懂礼数，欠教训。二弟，别跟着小娃计较。小女娃，你音乐宫号称千变魔女的妍姬娘娘，此次可否会来呀？娘娘事务缠身，特意派老朽前来仙府。你是？啊，这位乃是晚辈同门，性格孤僻，不善言辞，还请前辈见谅。慢点。来。小雪，红鸾，我是看在龙族的面子上，才留你这黑龙一命，最好给我老实待着。前辈，炎魔是我炎氏一族同辈，心性桀骜，还请二位不要同他计较。青龙，这3个空明前期的是哪里来的？啊，他们乃是我一直隐藏在宫中的副宫主。此次既然要开启仙府，我青龙宫自然要拿出全部实力。哼，小辈们，都给我听好了！现在立刻开启仙府，只要你们愿意尊崇我等，仙宝少不了你们的。御剑留下！修魔者就是修魔者，魔性不改，竟然滥杀小辈。原来是红莲散仙月燕真人。只你一个区区3阶散仙，竟敢对我们2人出手？谁说只有他一人了？我们蓝阳门和紫阳门的门人为寻玉剑而死，我们来分些仙宝，理所应当。我等也来了。啊！晚辈延续见过3位师叔祖。在下谦虚，在下谦明，在下前善。哼，
2个3阶散仙，3个2阶散仙，你们修仙者的阵仗可真是大呀。不过，你们想赶走我们2个3阶散魔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这次冒险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，高手一个接一个的出现，这样下去，仙府宝贝就全要被散魔散仙夺走了。青羽大哥，放宽心，仙宝赐予有缘人，并非实力强就能得到的。况且，火烂兄，仙府就在眼前，何必大动干戈？还是进了仙府，各凭本事夺宝吧。开启仙府，诸位还是慢点，事情说好了再开不迟。否则，仙府就永远不会开启了。一打，找死！要不是我们腾龙大陆各大门派不在乎紫焰魔域这个小地方，否则你这个无门无派的小辈怎么能得到如此地位？霍参，你可想好了？刹那间我就能废掉这2把玉剑，到时候你们休想进仙府。你，邪魔歪道。秦羽，你师尊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，先前锁定进仙府的规矩，不妨由你来说。前辈们，如果仙府宝贝少于9件，我们1件不要；若是多于9件，则按照9的倍数和持有玉剑的比例进行分配。至于余下的宝贝，大家各凭能力。我师尊对仙府并无所求，只是为了让我和师妹前来历练。也就是说，若是多于9件仙宝，持玉剑者都至少留有1份仙气。可以。还有一事，不得伤害我们的性命。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我们岂会做这种事？行了，我们答应了，绝对不会伤害你们。赶快开启仙府吧。是在此地所能观察的距离，还不如目力所及。9件仙府真是玄妙无比。丽儿，你发现什么了？有人在这里布下了一个非常玄奥的阵法，这才让我们没了方向。但是四处走走，说不定会有发现。迷幻无尽，这是和洪荒仙洞一样的字迹。恭请你们进入青羽仙府，我乃这座仙府的主人，逆阳。此处为9件仙府最外围的迷幻天地，我感觉重庆
不要被笛声影响。想要得到我的仙宝，就活着度过这迷幻魔境吧。当然，这由不得你们啊！只要进入其中，生与死已然不是你们自己所能掌控的了。分心杀人，看样子也已经入魔了。阿贤，醒来！
幻觉！大哥，救我！小黑，我来保护你！大哥，你这个弱者！废物，别来添乱！心里失去一切的痛苦滋味吧，这就是你的宿命，你永远摆脱不了。弱者受死！弱者受死！诗雅的琴音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不能再被蛊惑了。丽儿，刚才某人很丢脸哦，竟然还哭鼻子。仙符、宝贝，通通都是我的。扫一扫这个二维码，或者搜索“星辰变”官方，有仙帝宝藏、神级装备的漂亮展示。
到笛声的影响，我看到父王和小黑都……多亏你的琴声。迷幻魔镜靠笛声制造幻觉，为的是要测试我们的心性。心性越坚定，越容易脱困。青玉大哥，你太过重情，才会完全陷入心底深处。这不怪你。谢谢。青玉大哥，这研墨心性之坚定，竟然超乎我的想象。在这最后关头，还在努力抵制笛声诱惑，救了青龙。这仙人为师太过分，却让这笛声在最高亢之处停下，这是诚心在戏弄我们。这些散仙散魔竟都受了严重的内伤。按照常理，这笛声应该婉转徐徐停下，如他这般在最高亢之处停下，这些入魔之人肯定受了无以复加的重伤。恭喜你们通过了迷幻魔镜。迷幻魔镜可是我苦思冥想后创造的，想必你们之中也有人入魔，任由笛声控制吧。不过你们所在之地和死亡岩湖也有一段距离，你们可能跑到中途，笛声便会停止，那便算是你们的运气。运气有时候比实力更重要。九剑仙斧是我逆阳当年收纳不少珍贵材料建造而成，其中的仙宝更是无比珍贵。不过，想要得到我的仙宝，实力、运气、勇气缺一不可。你们朝北方去，便能见到仙府的外殿了。至于你们能得到什么，就看各自造化了。这个泥阳仙人来路不明，该不会拿些破烂当宝贝糊弄我们吧？如此浓郁的元灵之气，这可真是仙家福地，能入此地实在是太幸运了。元灵石，品阶还都不低，在仙界都属珍品。这整座仙府都是由一颗巨大的元灵石所铸。这逆阳仙帝果然手笔不小。这位姑娘不仅连元灵石都知道，而且还熟悉仙界。我叔叔曾和我讲过这些，他还提醒过我，音乐宫阴盛阳衰，若是有男人代表音乐宫出现，要我务必小心，因为此人必定不阴不阳。星辰阁的散仙果然厉害。这些散仙散魔为了仙宝，不顾身份，实在让人发笑。他们可要自讨没趣了。走，丽儿，我们去里面看看。是我们小瞧了逆阳仙人，这么珍贵的宫殿，
岂能没有禁制防护？是我们心急了。这些花草总没问题吧？那些花草炼制而成的丹药，药效一定会大得惊人。什么狗屁仙人，也太小气了吧！桌凳不让搬，连花草都要用禁制保护。我们拼了命进来，弄点花草桌凳回去都不行。那2个小辈进正殿了，走，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镇府石碑，这怎么可能？镇府石碑。这镇府石碑究竟是什么？我在音乐宫一部古老的手札之中，曾经见过关于这镇府石碑的秘密。镇府石碑一般乃是仙界高手建造宫殿、控制仙府所用。闭嘴！若是有人一旦炼化了镇府石碑，这就意味着可以拥有整个仙府。敢跟我抢！没有实力的人听着，敢来抢镇府石碑者，杀无赦！延续，你也不准进来。是，师叔所。镇府石碑虽然珍贵，可是如果没有性命，得到也没有。是啊，还是静观其变吧。只是当初在仙府之外的誓言以及承诺，估计都没用了。我们暂时先离开这里。丽儿，我清楚自身实力难以和散仙散魔正面对抗，可是我费了这么多心力，甚至还让你陪我身陷险境，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青羽大哥，乾隆大陆可有玉石矿脉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每一座玉石矿脉都有一颗玉石精魄，也就是玉石中最珍贵的玉晶。其实，园林石矿脉也是这样。你是说园林石矿脉也有精魄？方才你说这座仙府通体是由一颗巨大的园林石构成，那么仙府其中也必定有一块园林精魄。仙界有很多园林石构成的宫殿，而那些宫殿的核心并不是镇府石碑，而是园林精魄。镇府石碑炼制复杂，控制仙府的效果也远不如秘法炼制园林精魄来得好。我想逆阳仙帝是不会舍弃园林精魄不用，反而选择低劣的镇府石碑。这么说，镇府石碑根本就是个骗局，真正能控制仙府的园林精魄还藏在宫殿之中。以逆阳仙人捉摸不定的性格，说不定镇府石碑和园林精魄二者只能留其一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必须赶在他们炼化镇府石碑前，炼化园林精魄。
烈焰，石龙，清虚关永远压你们一头，你们甘心吗？这是我们修仙者之间的事，不必你们操心。仙府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入你们修魔的手里。大哥！二弟，快走！你们给我等着，终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血债血偿！你们放心，我谦虚保证，我炼化了镇府石碑，那些花草桌凳随你们拿去。师祖赠予我的灵气都被毁了，拿些花草桌凳就想打发我们？我来炼化镇府石碑，外面那些花草桌凳随你们拿，你们可愿意？你们决定不出镇府石碑，谁来炼化？那我来帮你们做决定。灵姬，一阵魔女。莫非这就是阴阳仙人？难道他将元灵精魄放在自己的雕像身上了？元灵精魄，就是他！只要炼化了元灵精魄，整个仙府就是你的了。凭我现在的功力，炼化元灵精魄恐怕要耗费很多时间。我尽力而为。青玉大哥别着急，那些散仙散魔都留了不少后手，相互缠斗且要时间呢，一定来得及。一个个见到奴家，似乎都不高兴呢。
没想到你们两个看似不亲密，竟还有合击阵法。我和水柔的关系，整个腾龙大陆都没几个人知情，你岂会知情？你死了，不能怪你愚笨，只能怪天要绝你。天要绝我？这是你们逼我的，天魔血云。天机，你这不阴不阳的妖孽，你身受重伤，元气大伤，还敢燃烧元阴增加能量，你还剩下几分实力？受此！老娘是男是女，其实你能多自然。好好尝尝血云腐蚀元阴的滋味。整个仙府都是我的。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。3条渡劫后期的青龙，没想到龙族藏的比我还深，我竟然一丝都没察觉出来。他们用了幻龙珠，难怪这幻龙珠不但能隐藏气息，还能模拟出其他高手或弱者的气息能量。如此珍贵的伪装宝珠，没想到你们龙族竟然动用了3颗。如此珍贵的仙符，动用3颗幻龙珠算得了什么？我明确地告诉诸位，这仙府宫殿归我龙族了。
青云大哥，我没事。遇上月儿你，遇上兰叔，是我的运气。可是，幸运得了一时，幸不了一世。自己过。仙符、宝贝，通通都是我的。扫一扫这个二维码，或者搜索星辰变官方，有仙帝宝藏、神级装备的漂亮展示。
元郎，镇府石碑呢？你炼制成功了吗？我差一点就能成功了，仙人为何要这样戏弄我？龙族，你们机关算尽，到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宝藏有缘人，这是老天不想让你们得到。青玉大哥，恭喜你，仙府是你的了。那些散仙散魔怎么都想不到，是我控制镇府石碑陷入地面，这下算是挫了他们的锐气。幸运的小辈，心性不错，竟没用正殿的禁制杀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将仙府的攻击禁制和机关撤走了，免得你胡乱操纵，伤了自己性命。这青玉仙符也算不上珍贵，送给你也罢。另有一物，才是我隐藏在仙符中的真正仙宝。不过想要得到它，你的实力、勇气和运气缺一不可，就看你的命数了。丽儿，丽儿，还活着的人，恭喜你们过了第2关。青玉大哥，你在哪儿？实话告诉你们，镇府石碑就是个幌子，一旦被炼化，就会触发禁制，将你们传送到这里。你们为了争夺镇府石碑，死了不少人吧？好一个逆阳仙人，竟然用一个镇府石碑让我们无谓的厮杀！师弟呀！别气馁啊！为了嘉奖你们，从现在起，你们便有了争取真正仙宝的机会。而这个仙宝可是比整座仙府还要珍贵10倍不止。3番2次戏弄人，我看根本就没什么仙宝。你这狗屁仙人还想骗我？比仙府珍贵10倍！若真有这种宝贝，你真会给我们？你就是想找个由头，看我们自相残杀，是不是？在介绍真正的宝贝前，我先郑重地自我介绍一下。我，逆阳，仙界仙帝，人称逆阳仙帝。仙界分为3个层次：天仙、金仙、玄仙。每个层次分为9级，一旦突破玄仙境界，就有资格称为仙帝。而我，则是8级玄仙。担任玄仙身份，在整个仙界都算罕见，更别说8级玄仙。这可是仙界的至高存在，能够踏入8级玄仙的仙府，即便是死也无憾。本以为这仙府顶多是个金仙留下的，没想到竟是8级玄仙的仙府，让我们失算了。逆阳仙帝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要嘉奖我们，为何将我和丽儿分开？既然至宝如此珍贵，前路自然越是危险。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条路，左边通往桃花源，右边通往黄泉路。桃花源中元灵之气非常浓郁，而且无比安全，是个修炼宝地。你们一旦选择进入，就会被困在其中，直到飞升才能离开。
至于右手边，便是通往充满死亡危机的黄泉路。一旦你们踏入黄泉路，便会发现身体犹如被大山压着一样，举步维艰。功力越强，重力越大，同时还会有威力极大的天火、天雷干扰你们。只有通过黄泉路的人，才有资格得到仙宝。1个时辰之内，你们必须选择，到底是安稳的在桃花源修炼，还是踏上危机四伏的黄泉路夺宝。遵从自己的心，在做出选择前，你们无法和任何人联系。祝你们好运。若是被天火和天雷击中，以我目前的修为，绝对会灰飞烟灭的。可是，选择在桃花源中等待飞升，少则也要耗费上百年。这样，找到丽儿的希望不就更微乎其微了吗？富贵险中求，这是我翻身成为最上层散魔的唯一希望。拼了！我们兄弟3人还有1步就到大成期飞升了，不必做无谓的牺牲。一入黄泉路，生死受天控，你可要好好拼命，不然死了可是什么都没了。丽儿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小贝，别以为可以靠速度穿过去，好好在黄泉路上享受煎熬吧。最先通过的人，才有可能抢得至宝。滚开！别挡我的路！该让开路的是你！
神仙迷雾时，直觉定生死。长桥的尽头就是出口。给我闪开！莉亚！小贝，你胆敢逆天而行！失去了莉儿，我要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你一心求死，我成全你。秦羽，你这个混蛋！小贝，让开！你！秦羽，你个蠢货！好好的仙王你不要，总回头路来找死！和你不一样。你是为了那姑娘吧？真是浓情蜜意，可惜还是要去地狱做鸳鸯了。
以后你就叫我丽儿吧。你和我从小所见的那些人都不一样，你既然知道危险，还要冒险迎来敌难。况且我也提醒过你，即便你全力以赴对抗天劫，都不一定能安然归来，更别说有敌奈阻挠。刚才某人很丢脸哦，竟然还哭鼻子。啊！你好，我陪着你。丽儿，丽儿，金玉大哥，我看到天火把你，我还以为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伊达，你刚才不是被天雷？我看到你被前须杀了。我没死。每人眼见都不相同，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？有胆选择黄泉路的人，恭喜你们！死即是生，生即是死。黄泉路内岩浆河流看似厉害，但不管你们是被天雷击中，还是掉入岩浆河流，亦或是安全穿过，最后都会到这草原，不会受丝毫伤害。不过，若是去了那桃花源，那里才是真正的黄泉。我的三位叔叔。水柔、月燕，死有余辜。你们已经通过了我逆阳的考验，我逆阳的藏宝阁便向你们敞开大门，你们尽管放心取宝。不过，能拿到多少仙宝，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。仙府，
宝贝，通通都是我的。扫一扫这个二维码，或者搜索星辰变官方，有仙帝宝藏、神级装备的漂亮展示。蓝星海，穿云间，情深诉，语音绵绵，一回眸，如初见，繁星醉了那一夜。你一个凡人也配谈天道？